你有没有想过住在你肠道里的那些几兆个微生物，可能正在悄悄地影响你的记忆力、你的情绪，甚至是你整个大脑的健康吗？欢迎来到这一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钻研你提供的这些资料，解开肠道跟大脑之间那条神秘又强大的连结，也就是肠脑轴线。没错，而且我们今天不是要谈一些很模糊的概念哦，而是要直接来看科学证据。这里分享的这些研究里面有几个明星级的益生菌，就是不断的出现，他们就像是这场跨领域对话中的关键角色。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聚焦在其中2位主角：肠双歧杆菌、甲肠双歧亚种，还有艾克曼菌。来看这些微小的生物到底是怎么透过一些非常惊人的机制来保护，甚至是可能修复我们的大脑。好，我们来解开这个谜团。你资料里有个实验，我觉得开场就非常震撼。科学家做了一件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情节的事。他们把年老老鼠的肠道菌群整个移植到年轻老鼠的肚子里，这听起来就很疯狂。结果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真的就像科幻电影，而且是那种有点惊悚片的那种。这些年轻老鼠在接收了老年菌群之后，他们的大脑仿佛被按下了快转键，就迅速的老化了。他们在学习和记忆的测验中表现得一塌糊涂。等等，所以不只是行为哦，是连大脑的硬体都改变了吗？问到重点了。科学家深入去检查他们的大脑，就发现他们海马回里面的突触数量，也就是神经元之间传递讯息的那个连接点，真的变少了。哇，对，突触是学习跟记忆的物理基础嘛，突触一减少，就等于大脑的网路连线变差了。所以这些年轻老鼠不只是行为上，更是生理上完全继承了那个年老大脑的状态。这里非常直接地指出了肠道菌群跟大脑老化之间可能不是单纯的相关，而是有因果关系的。OK， 所以把年老老鼠的菌群给年轻老鼠，他们的大脑就变老了，这太惊人了。那反过来说，科学家们肯定很好奇，这些年老老鼠的菌群里到底少了什么好东西，对吧？完全正确，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主角——肠双歧杆菌甲肠双歧亚种。为了方便，我们就叫它 BP 好了。BP 好。研究人员就发现，在年老老鼠的肠道里面 ，B 等 P 的数量就是那个最显著减少的物种。所以这只是老鼠的现象吗？还是说我们人类身上也看得到一样的趋势？这就是有趣的地方，这不是老鼠的专利。后续的人体研究也发现，有认知障碍的患者，他们粪便中的 B 点 P 含量也明显比较低，而且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个含量跟他们的认知测验分数，像是 MMSE 或 MoCA-B 是呈现正相关。正相关，说白就是你肠子里的 B 点 P 越多，你的认知测验分数可能就越高。哇，这关联性也太强了。那如果说缺乏 B 点 P 是问题所在，把它补充回去，不就能解决问题了吗？听起来很直观。科学家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他们在验证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它背后一个令人惊叹的运作机制。B 点 P 有一项非常关键的超能力，就是代谢我们饮食中的色氨酸，把它转化成一种叫做吲哚乙酸的物质，简称 IAA。等等。所以这个 IAA 是细菌在肠道里制造的，然后它想办法穿过重重关卡，跑到大脑里去，跟大脑的细胞沟通。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这个讯号是怎么传过去的？你的直觉完全正确，这正是最奇妙的地方。IAA 就像一个从肠道派出去的外交信使，它能穿过血脑屏障，直接去跟大脑里的免疫细胞，一种叫做小胶质细胞的细胞对话。小胶质细胞，我记得它们好像是大脑里的清道夫，又像是保犬，对吧？没错，正常情况下，它们会清除老旧或不需要的突触，维持大脑线路的整洁。可是，在老化或生病的状态下，这些保犬可能会变得过度激动，开始乱拆房子，把太多健康的突触也给吞噬掉。这就是造成认知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而 IAA 这位信使的任务，
就是去告诉那些过度活化的小胶质细胞说：“哎，兄弟，冷静点，这些突触还要用，别乱猜。”我懂了，所以 B 点 P 就像是透过它的代谢物 IAA 给大脑的突触请了一个超级保镖，或者说是一位能安抚那些激动保犬的谈判专家。这个比喻很贴切。而且这个谈判过程还需要透过一个特定的接收器，叫做芳香亲受体，也就是 AHR 来达成。资料里用那个阿兹海默症的模型鼠做的实验，就完美证明了这一点。当科学家给这些阿兹海默症老鼠喂食活的 BP 之后，他们的认知行为真的改善了。同时，科学家也测到他们大脑里的 IAA 水平上升，而且突触被过度清除的状况也跟着减少了。等一下，你刚特别强调了活的 BP， 这有什么特殊含义吗？这一点至关重要，也是这个研究的精髓。因为研究团队也做了对照组，他们用热杀死的，也就是煮熟的 BP 去喂老鼠，结果完全没用。哇，所以重点不是细菌本身，而是它活着的时候那个将色氨酸转化为 IAA 的代谢活动。这表示我们不能只是吃进菌的尸体，而是要确保它是活的，能在我们肠道里开工的工厂，对吧？完全正确。这就证明了活菌的代谢活性才是保护大脑突触的关键。BP 这位突触保镖必须是活着的才行。好的，我们了解了 BP 这位精准的突触保镖是怎么工作的。但在你给的资料里，还有另外一位超级大明星艾克曼菌 Akkermansia muciniphila， 听说他更是十项全能，从减肥、改善糖尿病到抗癌都有他的份。现在连大脑也要管。他确实是近年来微生物研究领域最耀眼的明星。艾克曼菌是一种很特别的细菌，它不住在肠道中央，而是选择住在紧贴着肠壁的黏液层上，就像是城墙上的守卫。而且资料一致指出，不管是肝硬化引发认知障碍的患者，还是一般认知功能受损的人，体内的艾克曼菌数量都比较少。跟 BP 一样，它的数量也跟认知测验分数成正比。那它又是怎么帮助大脑的？机制跟 BP 那种派出信使的方式一样吗？如果说 BP 是一位专注于单一任务的专家，那艾克曼菌就像是一位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师，它的作用是多层次的。我们可以把它拆成3步来看。好，洗耳恭听。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修复肠道屏障。身为黏液层的居民，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国防。它能刺激肠道分泌更多黏液，增厚这道物理屏障，同时强化肠道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把肠壁的砖墙缝隙补得更牢固。OK， 所以第一步是巩固国防，把肠道的城墙补好，防止像是脂多糖 LPS 那种会引发全身发炎的坏东西从肠道渗透到血液里。这很合理，但光是这样就能影响到远在天边的大脑吗？这就带到第2步了，改善新陈代谢。修好肠道屏障能降低全身性的发炎，而发炎本身就会影响新陈代谢。很多研究都显示，补充艾克曼菌能改善胰岛素阻抗还有血脂问题。我们都知道，代谢症候群，像是高血糖、高血脂，本身就是认知能力下降的一个重要风险因子。我懂了，这比较像是改善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也就是新陈代谢。那首都也就是大脑，自然也能有更好的资源和环境。这听起来是比较间接的帮助。那它有没有直达车可以通到大脑？有的，这就是第3步，也是它最厉害的地方，直接与大脑沟通。研究发现，补充艾克曼菌能提升肠道还有海马回中的2种关键物质，一个是血清素 5-HT， 也就是我们的快乐荷尔蒙；另一个是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DNF。BDNF， 大脑内的肥料那个？对，常被称为大脑的肥料，对于神经元的生长、存活还有学习记忆都至关重要。而这条从肠道到大脑的专线，目前认为主要是透过连接2者的迷走神经来完成的。
哇，资料里还提到一个关于慢性脑灌流不足的研究，也就是大脑长期缺血的状况。艾克曼菌在这方面好像也展现了更惊人的能力。是的，那部分真的把艾克曼菌的能力推向了另一个层次。在那种大脑长期缺血的动物模型中，科学家透过粪便菌群移植，成功增加了动物肠道内的艾克曼菌数量。结果观察到了堪称是重建等级的效果。重建等级，首先，它促进了神经新生，也就是直接刺激了海马回里面长出新的神经元。第二，它修复了大脑白质。它透过促进寡突胶质细胞的新生，帮助修复了神经纤维坏层的髓鞘。髓鞘就像电线的绝缘皮，髓鞘受损，大脑信号传递就会变慢，甚至短路。第三，它甚至还恢复了大脑细胞里粒线体的功能，提高了能量，也就是 ATP 的产出。我的天哪，这不只是保养，根本是整个重建团队都开进去了。不止盖新房子，也就是神经新生，还重铺电缆、修复白质，甚至连社区的发电厂粒线体都一起修好了。可能在脑丧伤之后扮演一个积极修复的角色。OK， 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看到了两种非常不一样的细菌，用不同但好像又可以互补的方式在保护大脑。BP 像是个精准的外科医生，用 IAA 这个手术刀去保护现有的突触，而艾克曼菌则像个城市规划师，从基础建设，也就是肠道屏障，到全国经济、新陈代谢，再到直达首都的交通，也就是迷走神经，一手包办，是这样理解吗？是的，这完美地展示了肠囊轴线的力量，还有它的复杂性。一个是专注的守卫，另一个是全能的工程师，他们共同维护着大脑的健康。这里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点，你刚刚说 BP 一定要活的才有用，但资料里提到，有些艾克曼菌的研究竟然用巴氏杀菌，也就是肉杀死的菌也有效诶。这完全是反过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不是推翻了益生菌就是要吃活菌的传统观念吗？你抓到了一个未来应用的关键，这确实是个颠覆性的发现。BP 的功能来自于活菌的代谢产物 IAA， 所以它必须活着。但是艾克曼菌的很多功能似乎是来自于它菌体结构上的特定成分，比如它细胞膜上的一种叫做 AMUX1100的蛋白质。这些结构在菌体被热杀死之后，依然能保持活性，去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或肠道细胞互动。哇，这点超重要的，因为这表示未来我们或许不用吞活菌，吃它的尸体或萃取物就有效。这样对那些免疫力比较弱的老年人或病人来说，就安全多了。完全正确，这大大拓宽了应用的可能性，让益生菌从活菌补充品走向了更安全的后生元，也就是 postbiotics 的领域。但事情并非总是这么简单美好，对吧？我看资料中提到，在帕金森氏症的研究中，关于艾克曼菌的发现似乎有点矛盾，不像前面说的那么一致。对，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提醒我们不能过度简化。有些研究发现，帕金森氏症患者体内的艾克曼菌是减少的，但有些研究却发现是增加的。这就奇怪了，怎么会在不同研究里，他一下是好人，一下又好像跟坏人站在一起？这让一般人怎么判断？这就凸显了这个领域的复杂性。这种矛盾的结果可能来自很多原因。首先，艾克曼菌底下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菌株，就像同一个厂牌的车，有跑车也有休旅车，功能可能天差地远。其次，患者使用的药物、个人的饮食习惯，甚至是疾病处于哪个分期，都可能会影响菌群的组成。这强烈地提醒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一体适用的万灵丹，个人化差异非常巨大。经过这次的深入探讨，我们清楚地看到肠道与大脑之间的对话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深刻，而且充满了惊喜。确实如此，我们看到了特定的微生物如何透过它制造的分子来保护神经连结，如何透过神经专线来刺激新神经元的生成，甚至是修复大脑的线路和能源供应。
这不再只是模糊的关联，而是有具体分子和路径的科学证据了。最后，为你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资料中提到，有一种叫做生酮饮食的饮食法，被发现能显著增加体内艾克曼菌的数量，并且在临床上产生了抗癫痫的效果。这不禁让人思考，除了直接补充益生菌之外，我们日常的饮食选择是否也正在主动地日复一日地塑造我们大脑的健康与韧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延伸思考。或许未来大脑保健的关键不完全在于我们吞下什么神奇的药丸，而更多的在于我们的餐盘。因为我们吃下去的每一口食物，都在决定要喂养我们体内哪一支微生物大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餐盘就是我们用来管理体内那座强大又个人化微生物药厂的控制台。